大约7万年前，有一颗恒星曾经闯入过太阳系外围。那时候，早期智人刚刚走出非洲，地球上还住着尼安德特人。没有人注意到，天上多了一颗暗淡的红星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有人注意到了，但他没跟我说。那颗星叫舒尔茨星，是一颗红矮星，个头不大，质量大约只有太阳的9%，但它还有个伴星，一颗褐矮星。哥俩好，一起从太阳系的奥尔特云中穿了过去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，如果这2颗星周围有半生文明，人类该不会就是他们放到地球上的吧？跑题了，我们继续。奥尔特云是什么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太阳系外围的一个巨大冰库，里面飘着数万亿颗彗星，围着太阳转了几十亿年，安安静静。舒尔茨星穿过去的时候，就像一头大象闯进了磁气殿，把那些彗星的轨道搅得一塌糊涂。有些彗星被甩向太阳系内部，可能现在还在飞向我们的路上，只是得再等200万年才到。也就是说，7万年前那头大象闯的祸，我们可能还得再承受200万年。好在彗星撞地球的概率极低，你不用今晚就担心这个。你可能觉得7万年前的事跟你没关系，但接下来这个就跟你有关系了，虽然关系也不那么大。有一颗叫格利泽710的红矮星，目前正在朝太阳系飞来。它现在距离我们大约62光年，以每秒大约14公里的速度靠近。根据盖亚卫星的最新观测数据，大约130万年后，它会穿过奥尔特云，距离太阳最近时大约0.17光年。0.17光年是什么概念？大约1万多倍地球到太阳的距离，听起来还挺远。在天文学里，这基本就是擦肩而过了。到时候它会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比天狼星还亮。如果运气再差一点，它可能更近，近到直接扰动行星轨道。但最极端的情况是什么呢？一颗恒星直接从太阳和地球之间穿过去，这个概率有多小？有估算认为50亿年里大约20万分之一，小，但不是0。银河系中有数千亿颗恒星，它们都在运动，恒星的邻里关系一直在变。今天的邻居不是明天的邻居，只不过恒星换邻居的节奏是以100万年计算的，人类这点寿命根本感觉不到。银河系里到底有多少流浪行星，就是被踢出原恒星系，在太空中独自飘荡的行星。一派认为很少，因为弹射条件苛刻，得恰好碰上才行。另一派认为很多，可能有数千亿颗，甚至数万亿颗。NASA 和大阪大学联合做过一项研究，通过对微引力透镜事件的分析，估算银河系中流浪行星的数量可能是恒星数量的20倍。20倍，你品品这个数字。银河系有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，乘以20，那就是2000亿到8000亿颗流浪行星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被踢出去不是例外，是常态。恒星形成的过程中，行星被弹射出去是家常便饭。一个恒星系形成的时候，就像一窝小鸟争食，有些鸟抢到了窝，有些被挤出去了。太阳系早期就可能有行星被弹射出去，地球只是运气好留了下来。所以如果地球被踢出去，
它不过是加入了这支流浪大军，成了数千亿颗流浪行星中的一颗，一点都不稀奇。你可以把太阳系想象成一张桌子，太阳是桌子中间的一块大磁铁，行星是周围的小铁球，各自转着自己的圈儿，看起来稳稳当当。现在有人端着另一块大磁铁从桌子旁边走过，会发生什么？小铁球会被拽得乱跑，有的撞在一起，有的飞出桌子。地球就是那个飞出桌子的铁球。当然，这个比方有个问题，桌子上的铁球不会思考，但人类会。人类会看着那块大磁铁走过来，算出自己要被甩出去了，然后什么都做不了。这可能才是最折磨人的部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地球被踢出去之后，第一个死的是谁？答案是，不是人类，是植物。但人类也不会撑太久。那天开始的时候，你可能不会注意到，天空中多了一颗星，比金星亮一点，橘红色，在黎明前和黄昏后的天空中格外显眼。天文台会先发现异常，然后新闻会报道，然后你会刷到短视频，说有颗恒星正在靠近太阳系。大多数人不会当回事，毕竟天上的星多了去了，今天多一颗，明天少一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但几个月后，这颗星会亮到白天可见，比满月亮好几倍，太亮了，不能直视。如果来的是红矮星，夜空会被一种诡异的暗红色光芒笼罩，像有人在地平线上点了一堆篝火，怎么也灭不掉。你会开始不安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这才是开始。与此同时，太阳在变小，不是太阳本身在缩，是地球正在被拽离原有轨道，离太阳越来越远。太阳每天小一点，每天暗一点，每天冷一点。这个过程不是瞬间发生的，从恒星进入到地球被完全弹射，可能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。人类会眼睁睁看着太阳一天比一天小，冬天一年比一年长，而且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切不可逆转。你没法抗议，没法请愿，没法众筹，没法发朋友圈让网友帮你把太阳拽回来。太阳就是走了，带着它的光和热去找别的行星了。接下来乱的是月亮，引力扰动会让月球轨道偏移，潮汐变得不可预测。有些海岸会被异常高潮淹没，有些港口会永远干涸。你在新闻上会看到沿海城市被淹的画面，同时另一些沿海城市突然没有了潮汐，港口变成了旱地。渔民是最先感受到异常的群体，他们发现鱼群不见了，海水温度变了，洋流乱了。然后是地壳，也会因为潮汐力的变化开始频繁地震。潮汐力不只是拉海水，它也拉地壳。月球引力哪怕偏移1%，地壳承受的压力分布就会改变。积压了几千年的应力突然释放，富士山、黄石、冰岛的火山一个个醒来，像地球在发烧。人类记录的地震频率在几个月内翻了10倍。沿海火山岛屿有的被海啸冲走，有的被岩浆覆盖。然后是行星轨道，太阳系8大行星的轨道是经过46亿年磨合才稳定下来的，每个行星的转速和位置都严丝合缝。这是一台运转了46亿年的精密机器。一颗外来恒星的引力就像一根绞棒插进了这个精密齿轮组，火星可能被往里推，金星可能被往外拽，小行星带会被搅散，
无数小行星偏离原来的轨道，在太阳系里乱飞。地球可能先被推到更远的轨道上，然后再被彻底弹射出去。整个过程就像一桌台球，开球的那一杆，球满桌乱飞，你不知道哪个球会进哪个袋，但你知道这局已经乱了。这里有个天体力学界的争议，我得站个队。恒星弹射行星的轨迹到底是可预测的还是混沌的？一派认为可以提前数千年预测弹射轨迹，只要有足够的数据，就能算出地球什么时候被踢出去，以什么角度飞出去。另一派认为超过某个时间窗口就不可预测了。我站后者。N 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混沌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极小的初始差异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。蝴蝶效应在天体力学里一样适用。一只蝴蝶扇不扇翅膀，在几十年的时间尺度上，可能决定地球是被弹射出去，还是只是轨道偏移一点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人类能知道完了要被踢出去了，但无法精确知道什么时候以什么角度往哪个方向被踢出去。你可以知道暴风雨要来，但你不知道风会从哪个方向吹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刮到你家屋顶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个过程对人类的心理折磨远大于物理破坏。如果是瞬间毁灭，比如小行星撞击，那还好。一眨眼的事，恐龙被灭绝的时候大概都没反应过来，但地球被弹射出去是慢刀子割肉。你会看着太阳一年比一年小，气温一年比一年低，粮食一年比一年少。你会看着秋天越来越短，冬天越来越长，直到有一天，太阳只是夜空中一颗稍微亮一点的星，和别的星没什么区别。你的孩子，或者你孩子的孩子，会在一个没有白天的世界里长大。他们可能只在照片和视频里见过蓝天白云。你会跟他们讲，从前天是蓝的，草是绿的，有一种东西叫彩虹，但你说了，他们也想象不出来。就像你现在没法想象7万年前舒尔茨星掠过时，天上有颗暗红色星星一样。当天空中那颗陌生的恒星终于远去，太阳也变成了只是夜空中一颗稍微亮一点的星。真正的冬天开始了。第一个星期，天空中那颗橘红色的星越来越亮，白天可见，比月亮还大。但它不是来送温暖的，它是来送行的。太阳已经比之前小了一圈，光照明显减弱。全球气温开始下降，但还没到恐慌的程度。政府和科学家们在开紧急会议，普通人还在正常上班。超市里的蔬菜比昨天贵了2毛钱，没人注意到。天气预报说，今年冬天可能比往年冷一些，建议市民注意保暖。你把这话当耳旁风了。第一个月，全球气温断崖式下跌，不是降温几度那种，是平均气温在几周内掉了10几度。植物最先感受到光合作用大幅减弱，农作物大面积减产，赤道地区还能勉强维持农业，但中高纬度的农田已经开始枯萎。你买的大米从5块1斤涨到了20块，然后超市断货了。动物开始大规模死亡，先是冷血动物，蛇和蜥蜴最先扛不住，然后是小型哺乳动物。南北极的冰盖开始疯狂扩张，从2极向赤道推进。你在新闻上看到南极冰盖
一天扩展几百公里的画面，觉得不真实，像看科幻电影。但你的窗户上已经结了平时3倍厚的冰花，你知道这不是科幻。第一年，地球经过了火星的轨道位置，平均地表温度降到-50度。从太空看，地球不再是蓝绿色的，变成了灰白色的冰球。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沿岸已经冻住了，海水表面结出一层冰，全球基础设施崩溃，电力中断，供暖停止。电网是最先倒下的，发电厂的冷却水冻住了，风力发电机的叶片被冰裹住转不了，太阳能板上面盖了一层雪，一点光都收不到。在城市里，人们烧一切能烧的东西，取暖、家具、书、衣服，然后是邻居家的家具，同时数着粮仓里还剩多少吃的。政府已经无法正常运转，军队开始接管幸存者的集中管理，地下停车场、地铁站、防空洞成了最珍贵的资源，因为地下比地上暖和。你知道地温梯度吗？每往地下深入1公里，温度升高大约25度，地表-50度，但地下2-3公里处可能还有20多度。人类开始往地下钻，像蚂蚁一样钻进地壳里。第10年，地球到了木星轨道附近，地表温度-150度，比南极最冷的时候还冷得多。阳光已经弱到和星光差不多，白天和黑夜没什么区别。没有阳光蒸发水，云层消失，水循环停止，天上不再下雨，不再下雪，因为空气中已经没有足够的水蒸气。海洋表面结出了一层厚冰，几十米深，硬得像石头。但冰下面海水还没冻透，这一点非常关键，后面会讲。赤道附近的海洋还有零星液态水面，但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。地球上最后的船停在了最后的港口，然后港口也被冻住了。第100年，地球到了冥王星轨道附近，地表温度接近-230度，只比绝对0度高40多度。这时候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大气层开始冻结，氮气先变成雪，从天空中飘落下来，像是最后一场雪，然后氧气也变成雪，整颗行星被一层10几米厚的气体冰覆盖，地球变成了一个没有空气的冰球。你之前觉得空气是理所当然的，现在空气本身都冻成了地上的雪。氮气在标准大气压下-210度左右凝固，氧气更狠，-218度就冻住了。-230度的地球表面，大气层没有理由还保持气态。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天空变成了空的，没有云，没有风，什么都没有。空气变成了地上一层淡蓝色的雪，踩上去嘎吱嘎吱响。如果有人的话，他会发现连呼吸都成了奢侈，因为能呼吸的东西都冻在地上了。这里有个学术争议，关于海洋完全冻结需要多长时间，一派说几千年，一派说几十万年。我站后者，因为冰是绝热体，表面结冰后反而像一床被子，阻止下面的热量散失。你见过冬天湖面结冰吧？湖面冻得硬邦邦的，但冰下面还有水，鱼还在游。你在东北-30多度的冬天去查干湖东捕，凿开冰面下面全是鱼，活蹦乱跳的。地球的海洋也是这个道理，只不过规模大了无数倍。表面是一层几十米厚的冰壳，
但冰壳下面深海的热液喷口还在吐着300-400度的热水，像黑暗中的篝火，周围可能还有生命在坚持。这意味着深海可能几十万年都不会完全冻结。深海底部的热液喷口周围可能一直有液态水在流动。整个地球从外面看是一颗死星，但里面还藏着一个活着的小世界。地表已经死了，但地球内部还活着。问题是，冰层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海洋不是从下往上动的，是从上往下动的。表面先结冰，冰层充当绝热层，阻止下面的热量散失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冬天往保温杯里倒杯热水，盖上盖子，外面冰天雪地，杯子里的水还是热的。地球的海洋就是那个保温杯，冰层是杯壁，太空是冰天雪地，而杯底的加热器是地核。冰层会有多厚？根据模型推算，地球被踢出太阳系后，海洋冰层最终可能达到10多公里厚。你想想，地球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也就11公里深，冰层可能比最深的海沟还深，但冰层下面海水仍然可以是液态的，因为地热。地球核心的温度是5000多度，比太阳表面还热。你没听错，你脚底下有个比太阳表面还热的东西。这些热量通过地壳传导到海底，维持着冰层下方的水不冻结。你可以把地球想象成一个被扔进冰柜的苹果，苹果表面冻得梆梆硬，但苹果核还是热的。如果苹果核里有虫子，那些虫子不会立刻死，它们还能靠着苹果核的热量活很久。深海热液喷口就是海底的烟囱喷出300-400度的富含矿物质的热水。这些喷口不依赖阳光，完全靠地球内部的热量驱动。在地球被踢出太阳系之后，它们可能是唯一稳定的热源和化学能源。说有意思的是，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可能就诞生在这些喷口附近。40亿年前，年轻的地球还没有氧气，没有臭氧层，紫外线能把岩石烤裂，地表就是地狱。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深海热液喷口旁边。那些最古老的微生物靠的不是阳光，是化学能。它们吃的是喷口吐出来的硫化氢和氢气，活得挺好。后来有些不安分的微生物学会了利用阳光，演化出了光合作用，这才有了后来的氧气，后来的大气层，后来的你和我。但那些最早的化能合成生物至今还在深海热液喷口旁边活着，40亿年没挪窝。如果地球被踢出太阳系，这些微生物可能是最后死去的生命，也可能根本不会死。太阳对他们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必需品。有一件事很反直觉，海洋冰冻后，深海的压力反而增大了。冰层几十公里后压在海水上面，深海压力比现在大得多。现在马里亚纳海沟底部的压力大约是1000个大气压，冰层加上去之后可能翻好几倍。高压加上低温，水的物理性质会发生微妙变化，密度变大，酸碱度变化，矿物质溶解度改变。这些变化会让深海生态系统经历一次大洗牌，有些物种灭绝，有些反而繁荣。深海里的生物本来就活在一个极端环境里，它们对变化的适应能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强得多。毕竟它们已经在高压黑暗的环境里活了几亿年了，多一层冰盖而已，区别不大。最终状态是什么样，地球
会变成一个类似木卫二的结构。木卫二是木星的卫星，也叫欧罗巴，它的表面覆盖着约29公里厚的冰壳。2026年1月，NASA 的朱诺号探测器用微波辐射计首次精确测出了木卫二的冰壳厚度约29公里，正负10公里。冰壳下面是液态海洋，海洋深度可能达到100公里，比地球海洋平均深度的20多倍。海洋底部是岩石和热液喷口。木卫二的冰下海洋被认为是太阳系内最有可能存在地外生命的地方。地球被踢出去后，会变成一颗流浪的欧罗巴，只不过比木卫二大得多，冰下海洋也深得多。地球的冰下海洋可能有几百公里深，水量比现在地球海洋的总和还多，因为冰层把水都封在里面了，蒸不掉。这里又有个争议，冰下海洋能维持多久？一派说几百万年，一派说几十亿年。分歧在于地核冷却速度。地球核心的热量来自2部分，一是形成时残留的热量，就是46亿年前那些太空碎片撞击合并形成地球时产生的热量，到现在还没散完。二是地壳中放射性元素衰变产生的热量。铀238的半衰期是45亿年，跟地球年龄差不多。这意味着地球形成时候的铀238到现在刚好衰变了一半，还有一半在慢慢放热。232更夸张，半衰期140亿年，比宇宙年龄还长，几乎永远不会衰变完。钾40的半衰期是12.7亿年，也在持续供热。这些元素在地球内部缓慢衰变，持续放热，像一个烧了几十亿年的炉子，火力是慢慢减的，但减得非常非常慢。这意味着，即使地球在太空中流浪，冰下海洋可能存在到地球被其他恒星捕获或撞毁为止。如果冰下海洋中有生命，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头顶上曾经有过太阳。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，没有季节，没有昼夜，只有热液喷口带来的温暖和化学能。对他们来说，太阳被踢走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们40亿年前就不在乎太阳了，现在也不在乎。你可以把地球被踢出太阳系后的海洋想象成一个保温杯，外面是冰天雪地的太空，零下200多度，什么都冻死了。杯壁很厚，是几十公里的冰层，但杯子里面的水还是热的，因为杯底有个加热器，就是地核。这个保温杯可以保温几十亿年，比任何人类造的保温杯都厉害。你买的最贵的保温杯，保1天就不错了，地球这个保几十亿年。冰下海洋可能生机勃勃，但人类呢？人类不是深海生物，我们需要空气，需要空间，需要温度。我们能在这场灾难中活下来吗？说真的，人类能不能活下来，取决于一件事，能不能往地下挖。地球被踢出太阳系，不代表地球内部变冷了，太阳没了，地核还在烧。地壳中放射性元素的衰变供热可以持续几十亿年，地核温度5000多度，这些热量不会因为太阳走了就消失。地热是人类的救命稻草，而且是一根很粗的稻草。你知道地温梯度吗？就是每往地下深入一定距离，温度升高多少。地球的地温梯度平均大约每公里升高25度，不同地方不一样，有些地质活跃区域更高，比如冰岛能到每100米4-5度，
但全球平均就是25度每公里，地表零下200多度，但你往下挖2-3公里，温度可能就到了20多度，和室温差不多。再往下挖10公里，温度到了200多度，够烧水发电了。人类可以在地下建造巨型城市，靠地热发电维持运转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但人类这个物种最擅长的就是绝境求生。地下停车场、地铁站、防空洞，这些现成的地下空间就是第一批避难所。然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工程，往地壳深处挖城市，用核能和地热发电，用人造光源搞地下农场。食物怎么办？没有阳光就没有农业，这是最致命的问题。整个地球的农业文明是建立在阳光之上的，小麦要阳光，水稻要阳光，连你吃的猪肉、猪吃的饲料也是阳光变来的。但地下没有阳光怎么办？可以用核能或地热发电，用人造光源搞地下农场。LED 灯照着水培蔬菜，一层一层摞起来，1平方米能种出过去1亩地的产量，效率不高。一盏灯照着几层水培蔬菜，能养活的人有限，但能养活几百万人。蛋白质来源可以是地下养殖的昆虫或真菌，听着恶心，但活命要紧。你平时吃的蘑菇就是真菌，以后蛋白质来源可能就是放大版的蘑菇农场。再加上一些在地下环境里能存活的藻类，用紫外线灯照射，促进生长。饮食结构会很单调，基本就是蔬菜、蘑菇、藻类、饼，偶尔有点昆虫蛋白粉做的代餐棒，但卡路里够，营养够，人就能活。你以为米其林3星是美食？在地底文明里，一块藻类饼加一杯过滤水就是盛宴了，水的问题反而好解决。冰壳下面就是液态海洋，过滤一下就能用。冰壳本身也是绝热层，阻止海洋继续冻结。人类的地下城市可以建在冰层和海水交界的区域，上面是几十公里厚的冰壳当天花板，下面是液态海洋当水库，旁边是地壳当暖气片。这个位置说真的比地表舒服多了，你不用怕被陨石砸，冰壳就是天然的防护罩。你不用怕辐射，几十公里冰层挡着呢。你唯一要担心的是冰壳裂了，但冰壳几十公里厚，裂了也不是1天2天的事。空气是个大问题，大气层冻结后，氮气和氧气都变成了地上的雪。但你要换个角度想，空气并没有消失，只是从气态变成了固态。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些气体冰收集起来，加热，让它变回气体，需要能量，但地热和核能都能提供。人类的地下城市可以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，空气循环使用，水循环使用，废物循环处理。国际空间站就是这么干的，6个人在一个密封罐里呼吸自己制造的空气，只不过规模大了无数倍。说真的，如果人类真到了那一步，最值钱的职业不是程序员，也不是金融分析师，是空气循环工程师和水处理技术员。一个 bug 顶多让系统崩溃，空气循环出了问题，那是真崩溃。这里有个学术争议，我得站个队。流浪行星上能不能有生命？传统观点认为不能，没有阳光就没有光合作用，没有光合作用就没有食物链的基础，
整个生态系统都得崩。但近年有研究认为，如果有地热和液态水化能合成生物，可以不依赖阳光存活。地球深海热液喷口周围就有完整的生态系统，管虫、贝壳、螃蟹、盲虾，一整套食物链都建立在化能合成的基础上。这些生物从地球内部的热量和化学物质中获取能量，太阳对它们来说毫无意义。我占后者，生命比我们想象的顽强得多。如果地球被踢出太阳系，深海热液喷口周围的生态系统可能根本不受影响，它们从来就不在乎头顶上有没有太阳。管虫在地球被踢出太阳系的那一天和前一天过着一模一样的日子，吸着硫化氢，吐着二氧化碳，悠哉悠哉。长期来看，人类的命运取决于能不能找到另一颗恒星。如果地球运气好，几十万年后可能飘到另一颗恒星附近，被它的引力捕获，重新进入轨道。但这个概率极低，低到几乎不可能。银河系太大了，恒星之间的平均距离是4光年多，地球在太空中飘几十亿年，碰到另一颗恒星的概率比中彩票还低得多。更现实的方案是，人类造飞船离开地球，去寻找新的家园。有个好处是，没有大气层反而让航天发射变得更容易，不用穿透大气层了，也不用担心天气，因为根本没有天气了。从冰冻的地球表面发射飞船，就像从一块冰上起飞，连发射塔都不用建，随便找个平地就行。当然，飞船得自带能源和生态系统，这在技术上极其困难，但比等一颗恒星路过要靠谱。你可以把人类想象成苹果里的虫子，苹果被扔进了冰柜，表面冻得梆梆硬，但苹果核还是热的，虫子不会立刻死，它们靠着苹果核的热量活了很久。有些虫子学会了挖洞，学会了用苹果核的热量种吃的，甚至学会了造小飞船飞出苹果去找别的水果。人类就是那些虫子，区别是我们会挖洞，会发电，会种东西吃，还会仰望星空。即使星空已经不在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别的虫子没有的本事，我们会讲故事。在地下城市里，在人造灯光下，父母会给孩子讲，从前天是蓝的，草是绿的，有一种东西叫彩虹，下雨之后太阳出来，天上就会挂7种颜色。孩子不信，觉得大人在编故事，但这就是人类。别人靠变异适应环境，我们靠故事撑下去。人类也许能在地底活几十万年，但几十万年后呢？地球的最终命运，说穿了就3种可能。最好的结局，地球飘到另一颗恒星附近被捕获，重新进入轨道。如果那颗恒星有宜居带，地球可能会解冻，海洋融化，大气层恢复，大气冰盖在恒星辐射下升华，重新变成气体，地球再次拥有蓝天。冰下海洋里的生物会突然发现头顶的冰在变薄，有光了，有光了。几百万年后，地球可能重新变成蓝色，生命可能重新演化出光合作用，重新走向地表，重新看见阳光。但这需要极好的运气，概率大约是100万分之一。100万分之一什么概念？比你在地球上被陨石砸中的概率还低，但不是0。在宇宙的尺度上，不是0就意味着会发生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在谁身上发生。
最可能的结局，地球在银河系中永远流浪，内部热量慢慢耗尽，地核冷却，地热停止，铀衰变完了，钾衰变完了，钾也衰变完了，地核从5000度降到0度，最后一个地下城市断电，最后一盏人造灯熄灭，最后一个人在黑暗中闭上眼睛，然后是漫长的寂静，地球变成一颗彻底死寂的冰球，在黑暗中飘几十亿年，没有光，没有热，没有生命，只有一块几十亿年前曾经热闹过的冰疙瘩，在银河系的悬臂间默默飘荡。构成地球的每一颗原子都还在，只是不再运动了。你曾经拥有过的每一个记忆，爱过的每一个人，说过的每一句话，都变成了冰里的信息，冻在那里，但没有人去读。最戏剧性的结局，地球被另一颗恒星的引力撕碎，或者撞上另一颗流浪行星，变成碎片。这些碎片可能成为新行星的原材料，在引力作用下重新聚集，几十亿年后形成新的行星，围绕新的恒星运转，构成你身体的原子，构成你手机里的金属，构成你养的猫的每一个细胞，可能会成为另一颗星球上某个生命的一部分。你可能变成外星人身体里的一颗碳原子，当然，那个外星人不会知道这件事，你也不会知道。但这个想法，说真的，有点浪漫。你的身体不会消失，只会拆散了重新组装，就像乐高积木，拆了这辆车的零件，拼成下一辆车。你不在了，但你的零件还在。但还有一层，银河系中有数万亿颗流浪行星，它们都是被踢出原恒星系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被踢出去不是结局，而是常态。太阳系早期的混乱中，可能有多颗行星被弹射出去，地球只是运气好留了下来。在银河系的尺度上，有数万亿颗地球一样的星球正在黑暗中飘荡，有的已经飘了几十亿年，有的上面可能还有冰下海洋，冰下海洋里可能还有生命，甚至可能有生命已经演化出了智慧，正在冰层下面建造自己的文明。仰望的方向不是天空，而是冰壳。他们不知道头顶有银河，不知道银河里有数千亿颗恒星，不知道恒星之间有数万亿颗流浪行星，不知道其中一颗上有人类曾经写下过关于流浪行星的文字。想想这个，是不是觉得宇宙比你想的拥挤得多？你可以把银河系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暗室，里面飘着数千亿个灯笼，每个灯笼就是一颗恒星，每个灯笼周围都围着几颗小球，就是行星。偶尔有一颗小球被踢出去，在黑暗中独自飘荡，大多数小球会永远飘下去，最终冷却变暗，但极少数会飘到另一个灯笼旁边，重新被照亮。地球如果被踢出去，就是那些飘荡的小球之一，区别在于这颗小球上恰好有人，有人会思考，有人会恐惧，有人会讲故事。说真的，地球被踢出太阳系的概率50亿年里20万分之一，小到几乎不用担心。但知道这个概率不为零。你可能会换个角度想问题，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，阳光、空气、海洋、四季、蓝天、彩虹、落叶、夏天的蝉鸣、冬天的第一场雪，都不是理所当然的。它们存在的前提
使地球恰好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上，围绕一颗恰到好处的恒星，以恰到好处的速度运转。这个恰到好处有多脆弱？脆弱到一颗路过的恒星就能终结它。但反过来想，这颗星球已经稳稳转了46亿年，比你任何一笔投资都靠谱。46亿年，没出过一次事故，没被任何恒星踢出去过，没被任何小行星彻底摧毁过。这份安全记录放到保险行业都得给满分。晚安。